明明我才是查案的刑探，怎么最后反倒我成为了局外人士呢？算了，我说不管就不管。不对啊，这个阿飞怎么会对鬼医秘术还有金元盟的人如此了解？李莲花不会有危险吧？天机堂在江湖这么多年，也不是白混的。查这两个人的来历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爱藏着你的小秘密，你就藏着吧。总有一天，我让你亲口告诉我，再信你一回。 哟，某些人犯得着把自己包裹得那么夸张吗？这总得找个理由继续留下来吧。那个郭坤呢，总是背着一副骷髅到处乱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背的那副骷髅是从哪里来的？难道是莲花池里来的？嗨，这应当不是什么巧合。走，咱们去跟郭坤聊聊。你们去吧，小爷我说不管就不管了。哼，走。 小爷我说不还真走啊！哎呀，哭啊！哎呀，终究是错付了呀！郭坤，郭坤，你认不认识这个？嗯。 你是不是很喜欢穿这件棕色嫁衣的女人？哪里跑？哪里跑？哎呀！我昨天就觉得奇怪，既然郭坤看到穿棕色嫁衣之人都会发狂，那他房间里为什么还要挂棕色人帐呢？其实，他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件嫁衣。 为何整日背着骷髅？告诉我，我便还给你。你个孽障！你们缘何在此呀？前日初五，昨日初六，今日初七。今日初七呢，我要去湖心玩耍。和这疯子问不出什么，走吧。等等。啊！郭坤。 这个孽障是谁啊？怪物，怪物，怪物啊！既然郭坤对新娘不敏感，倒不如换个人试试。失魂。还记得我吗？孽障，你跑不掉了，都给我去死！和昨日进食前一样，先出一掌，但虚浮无力。郭坤练的是罗汉腿，但刚才这一掌是还未成型的八卦形一掌。八卦门，郭乾的门派，看来郭坤模仿的是他的哥哥呀。 昨夜我也翻了一遍卷宗，那3个女子死的时候身上都无掌印，那这一掌到底打向了谁呢？许娘子死的时候，尸魂应该在场。